这一讲我们继续留在昭帝元丙元年，仔细欣赏霍光废除刘贺这场惊天大戏。霍光召集未央宫会议，胁迫群臣达成了一致意见，紧接着就趁热打铁，将这个所谓的集体意见通报上官太后。上官太后驾临未央宫承明殿，下诏皇宫门禁，严禁原昌邑国官员入宫。此时的刘贺还被蒙在鼓里，施然进宫，随从全部被关在了宫门之外，宫内宫外各有各的寝帐。宫外由车骑将军张安世将刘贺在昌邑国的旧臣200多人一网打尽，通通关进了大牢。宫内太后下诏召见刘贺，刘贺这才慌了，然后发现上官太后盛装打扮，左右数百名的卫士手持兵刃，台阶两旁也站满了武士，群臣依次上殿，仪式感做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，气氛做足了。最后召唤刘贺上前，霍光和群臣联名，由尚书令宣读意见书。这份意见书以丞相杨常领衔，为的是符合程序，实际上当然都是霍光的意见啦。内容洋洋洒洒，隶属刘贺进京以来的诸般罪状，各种不堪。上官太后才听了不到一半就气得发抖，刘贺也怕了，离开席位，伏在地上，这是谢罪求饶的姿态。尚书令继续宣读意见书，连篇累读之后，最后搬出了一个大道理：宗庙重于君。这是原文，意思是说保持皇室的传承才是最重要的，比具体的某个皇帝更重要。如果某个皇帝的所作所为危害了皇室传承，会导致江山不保，列祖列宗没有后人祭祀，那就只能力保皇室传承，牺牲掉这个皇帝。搬出宗庙重于君这句话，废黜皇帝就有正当性了。为了论证宗庙重于君这句话的合法性，春秋大义再次登场。春秋记载有天王出居于郑，意思是说周襄王走出王居，住到郑国去了。但周襄王身为天子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无论去哪都是在自家的地方里转，所以就不可能存在出居这回事儿。春秋之所以说他出居，这就是微言大义，批评他不孝，自绝于天下。也就是说哪怕贵为天子，只要所作所为不合于孝道，就是自绝于天下，不配做天子了。这一段春秋大义出自《公羊传》纪公24年。如果我们借助左传只看历史事实的话，事情是这样的：周襄王有个弟弟叫王子带，他们的母亲惠后不喜欢周襄王，喜欢王子带，一直想让王子带做天子。但惠后死得早，周襄王到底还是按照传统继承法继位了。后来王子带不但和周襄王的王后私通，还发动政变，要赶周襄王下台。周襄王顾及情分，不愿意动刀兵，这才跑去郑国避难。以上就是天王出居于郑这句话背后的基本事实。但如果细看《公羊传》，我们就会发现，所谓微言大义，根本就谈不上对周襄王有多大的批判，最多也就是说他没能和母亲搞好关系而已。那么拿这条春秋大义来论证宗庙重于君，算不算驱血恶事呢？这个倒也不太好说，因为汉赵人谈论周襄王确实没少有批评他不孝的。比如在废黜刘贺之前，盐铁议当中就讨论过这个话题，民间精英就持周襄王不孝的观点，但到底怎么一个不孝，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。无论如何，如今宣读刘贺的罪状，把上官太后气成这个样子，刘贺显然已经坐实了不孝的罪名。但这还不够，《资治通鉴》删掉了很关键的一句话：陛下未见命高庙。这是《汉书》原文，意思是说刘贺到长安来当皇帝，还没有完成告庙仪式呢。也就是说刘贺需要在高庙行礼，正式通报刘邦的在天之灵，说自己要当皇帝了，请刘邦批准一下。只有完成了这个仪式，刘贺的皇帝头衔才算是被刘邦认可了。看到这里，我们不得不惊呼一声，原来霍光还留了这么一手这只老狐狸。在这生死存亡之际，刘贺忽然发出了一句灵魂拷问：闻天自有正臣欺人，虽无道不事天下。这是原话。看来刘贺真不是
不读书的人。所谓天子有正诚其人，虽无道不失天下，是《孝经》当中孔子的话，意思是说啊，天子就算昏庸无道，但只要身边有7名直言敢谏的大臣，就不会失去统治权。刘贺援引这段经典名言，言下之意是，你们控诉我这么多罪状，核心内容不就是我不孝吗？那好，儒家经典阐释孝道，莫过于《孝经》。正不但援引《孝经》，还能够从中援引孔子的教诲。你们这么多大臣，难道还凑不出区7个直言敢谏的大臣不成吗？假如啊，这是一场辩论大赛，那么我们可以说，刘贺举重若轻，你比之道，还施彼身，赢得漂亮。但问题是，这毕竟啊不是辩论赛，而只是一个局，一场狼吃小羊的游戏。霍光根本不在乎刘贺怎么回答，直接对刘贺说，皇太后都已经下诏把你废了，你还敢自称天子不成？一边说着，一边握住刘贺的手，记下那佩戴的玉玺交给上官太后。下一步，霍光扶着刘贺下殿出金马门，群臣随后相送。就这样，霍光将刘贺送到了昌邑王的驻京办事处，然后哭着说，大王，您的行径自绝于天，我宁可辜负了您，也不敢辜负大汉社稷啊！希望您好好保重，我就不能奉陪了。这真是胆如山谷，铿然一夜，暗暗梦云惊断。刘贺在位只有短短27天就被打回原形了。群臣上书说，自古以来，被放逐和被废黜的人都要被安置到偏远地带，让他们远离政治中心，不如就把昌邑王刘贺安置在汉中郡房陵县好了。凡是这类事情，惯例都是小喽啰们怒不可遏，非要从严处理不可。当权者偏偏心软，发卖施恩。这一次啊，也不例外。太后下诏，就让刘贺回到昌邑好了，不难为他，赐给他汤沐邑2000户。先前昌邑国的财物，都还给他，他的4个姐妹各自赐给汤沐邑1000户。但是昌邑国这个编制就撤销了，划归山阳郡。这就意味着刘贺现在的处境还不如先前做第2代昌邑王的时候呢，能够享受到的才艺只有区2000户而已。太后给刘贺的4个姐妹各自赐给汤沐邑1000户，貌似恩宠，其实不过是削弱刘贺的实力而已。真正倒霉的是刘贺在昌邑国的原班人马200多人被杀得干干净净，只有王吉、公遂因为有过苦口婆心规劝刘贺的文书记录，总算被免去了死罪。但坤为成旦，剃掉了头发去做苦役。等审到刘贺老师王氏头上，主审官们道，你身为昌邑王太傅，怎么连一篇规劝文章都没有呢？王氏做出了一个经典回答，我天天为昌邑王讲授诗经，每当讲到忠臣孝子的篇章，就会反复诵读，每当讲到无道昏君的内容，我都会哭着向昌邑王深入剖析。诗经305篇就是我的规劝书，所以我并没有另外写过什么规劝昌邑王的文字。这位王氏是当时的儒学名家，《汉书·儒林传》有他的一生事迹，补写《史记》的那位博士官楚少孙就是他的学生。师承关系这么一算，楚少孙可以算是刘贺的师弟了。王氏因为这段说辞被免去了死罪，但伤残身体的刑罚还是有的。所以王氏在获释回家之后，对这段经历深以为耻，不肯再开门讲学了。所以我们从王氏这番话可以体会当时《诗经》作为儒学经典是怎样被应用的。诗的艺术价值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诗歌背后的所谓美次，有政治楷模，要被赞美，被效仿；有昏君佞臣，要批判，要以你媒介。从《汉书》的记载来看，刘贺带着长安的昌邑国旧臣200多人，全身而退的连一个都没有，被免除死罪。减刑处理的也就只有王氏、王启、公遂这寥寥几人，其余人等一概公开处决。罪名是没有好好辅导刘贺，刘贺坏成这样都是他们的错。正常人啊，难免会想，霍光是不是太狠辣了？
如果老师和臣僚要为学生兼主君的表现负责，负到这个地步，世界上还会剩下多少老师和臣僚呢？就算政治需要必须杀人立威，杀几个首恶也就够了，哪至于这样一网打尽呢？其中是不是还有隐情呢？我们下一讲再见。